给你个机会，如果接得了我3刀，那我立刻放你们走。以后你还有机会来打败我。如果接不了，那你就得完蛋。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怎么样？李国公，第2刀，我接了。你的朋友要替你挡第2刀，也可以。他输了。输了，他输了。来吧，还有最后一下子。原来你是个卑鄙小人！郡主，莹玉，别闹！郡主，小子，怎么又放弃了？你说的对，我不会当着一个父亲的面杀死他的女儿。要是我母亲还活着，也会看不起我的。来吧，最后一下子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爹，我爷的爷，我爷的爷，来呀！啊，
一个叫基野的小子想要我银无义的脑袋，哼，可笑！孩子，等你以后成了名将，再来跟我争夺天下，取我的首级吧。是不是西野阻挡不住父亲的脚步？这是好事。世子何故烦恼？好事。此番陪伴父亲出征的本应该是我这个世子，可现在呢？我却留在了这儿，营玉反而上了前线。倘若父亲真的进了京，胁迫皇室给营玉封赏，我怎么办？有时候风暴来得过于猛烈。你别无选择，只能收起风帆。有时候，但若你顺着风暴而行，往往可以一日千里。还请老师明示。离宫让世子镇守国土，那是对世子的信任。世子完全可以立功建业，让离宫对世子刮目相看。我想请问世子，西衍是何人？西衍，东路名将，下堂军中第一人。他现在被离宫困在了古碑口，眼下下堂国内空虚，世子完全可以趁虚而入，率军直取南怀。即便不能成功，也能够建立威信，确保地位。郡主毕竟是女流，离宫再宠爱，也不能罔顾臣民的意愿。我借你100赤牙，他们会护送你去南怀。此战，我军与雷齐各有损伤，将士们奋勇杀敌，辛苦了。幸好，我们有铁浮屠在扭转战局。多谢九王。但毕竟，雷齐势不可挡，铁浮屠数量有限，我们抵挡不了太久。还是要及时向国主求援才是。我手臂受伤了，不能再作战。留在此地，怕也是给军中带来负担。我请缨回国，亲自向国主求援。西将军，可否允许基野随我一同回去？为什么是他？他与离宫正面交锋过，虽然不算全身而退，但也生还归来。一个孩子可以接下狮子王的刀，离宫不再是神话了。我要带他回去，鼓舞军心。接下狮子王刀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呐。世子可以留在前线，
鼓舞士气。恐怕是世子所想，与将军所谋不同吧。西将军，我听不懂。那就有劳将军了。愿将军归来之时，我等还不是冢间枯骨。姬爷，你醒了。这是我的营房，你好好休息，不会有人来打扰你的。阿索罗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我没想到你会来。我怎么可能丢下我朋友不管？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啊？我感觉我这一去，打扰你杀了赢无义的丰功伟业了。还真的是，我要是单枪匹马杀了赢无义，那南怀说书的人说的可都是我的故事了。那这故事开头啊，肯定是姬野的朋友落荒而逃。那这故事的结局一定是，他最终还是回来了，并替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刀。从小到大，我没依靠过什么人，也没谢过什么人，但是，谢谢你。谢什么谢啊？我们是朋友。那天你说我们生来不一样，你说我是世子，你是庶子。但说真的，当世子没有什么好的，还不如像你一样，生在平凡人家。像我一样？嗯。像我一样，黑吗？能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遇见你啊，是我的幸运。幸运？嗯。那你以后会一直幸运下去的。叔叔，我是来看你受伤了没有。我没事儿，叔叔不必挂念。我担忧的是那些死去的将士们。世子，你知道今日一战我们失去了多少虎豹骑和铁浮屠吗？是，我的马鞭已经交给了你，我没有权利再过问。你世子调兵遣将是你的事情，但兵计大事，你怎么也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吧。你突然冒进，才有这样的后果。还有，为了救一个东路人，损失了那么多自己的族人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他是我朋友。什么朋友？倘若你的朋友跟你要整个青阳，你也会拱手相让吗？
手逃兵，回去继续当你的野狗吧，这儿不需要你。算了，别理他。但姬，我想告诉你，你这次回去，能不回来就别回来了。阿苏勒，你说什么？他们不相信我，你也不相信我吗？不是，战场上实在太危险了，你身负重伤，应该好好养伤。正是因为这里太危险，所以我才不能看着你们独自承受。阿苏勒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好，我等着你。世子有何不适吗？就是想起些过去的事情。老师，他们的归宿只能是这样吗？是我把他们带出来的，可我没能把他们带回去。在我们青阳，把战死的勇士烧掉，是为了迎接他们去盘大天神那里。在东路这么做，也是为了指引他们灵魂的去处吗？是把图就把他们吃掉，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是我不好，若是我早点带铁浮屠出战，不会死这么多人的。世子善良如此，让人心疼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这就是战争。有战争，就会有人死去，谁也左右不了。可我不想有人死。逝者已逝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。不但要继续，还要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要经常想起他们和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，然后更加坚强地活下去。拜见国主。拓跋将军，战况如何？我军死战，与黎国雷齐战成平手。依你之见，还能坚持多久？有西将军在，还能坚持些许时日。方才在城内接到一封密报，军探来报，黎国九原城境内的守军正在集结，不日即将开拔南怀城。那领兵的可是嬴真？国主神算。想来这黎国世子是得知西将军与嬴无义鏖战脱不开身，想乘虚而入，真当我军中无人了。若是拓跋将军率兵在黎国世子出兵之前奇袭九原城，如何？
妾以为此计可行。如此一来，既可解南怀之围，又可以逼赢无益，后撤回防，古碑口危机可解。吴国主令，不得入内。我和拓跋将军一同回来，为何不让我进去？拓跋将军是都指挥使，你是谁？季野，郡主，雨然，你回来了！回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你没事吧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啊？没事，没事。你这手怎么了？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这哪是什么小伤？走，我带你去看御医。雨然，真的没事。阿苏勒呢？我怎么没看见他啊？阿苏勒和西将军还在古碑口，这正是我回来的原因。他们是不是有危险啊？血战了一场，就怕是勇猛的西将军也坚持不了太久了。那你还站在这干嘛呀？赶快去请求增援啊！拓跋将军进去了，他们不让我进去。跟我走。郡主，郡主不能进去。让开！郡主，郡主，他真的不能进去，不行啊，郡主，郡主留步啊！走啊！雨然为何擅闯大殿？古碑口危矣，请国主立刻发兵。郡主不要听信谣言，扰乱民心。古碑口有西将军镇守，固若金汤。放肆！顾家这议事的大殿，是你想带谁进来就带谁进来的。他赢了杨武，得不到应有的奖赏也就罢了，但他在前线拼死奋战，好不容易守住这南怀城，难道连大殿都不让进吗？无数的人已经死在了雷齐的铁蹄下，如果国主还不发兵，那剩下的人也会死。待雷齐破了这南怀城，你还能在这安心的坐着吗？放肆！经过大事，顾家心中自有思量。拓跋山岳听令，臣在。顾家命你率3000南怀守备军，即刻攻打九原城。遵旨。都退下吧，顾家累了，要歇息了。臣等告退。拓跋将军，拓跋将军，拓跋将军，国主为何不愿增兵古碑口，却让我们攻打九原城？谢将军他们现在危在旦夕。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回来吗？将军是想让我告诉南怀的将士们，赢无益并不可怕。错，若非赢无益手下留情，怕是你早已魂断古碑口了。我让你跟着我，是不想让你再成匹夫之勇。将军认为，和赢无益死战到底是匹夫之勇。身先士卒的士兵固然可敬，可若想走得更远，就要成为驱使别人生死的将领。为士，你眼里可以只有冲锋向前，可为将，首要避讳的，便是鼠目寸光。如今离国世子伺机而动，若是我军能抓住战机直袭九原，便可引赢无益回防，古碑口之围自然可解。这太冒险了，万一世子和西将军他们撑不住了怎么办？够了！以你的身份，除非建立不世之军功，否则难有出头之日。这点你很清楚。古碑口之战胜利了又如何？军功是西将军的，世子还是世子，你什么都不会有。我欣赏你的勇气，军事需要一名前锋将军，我希望会是你。你还有1天的时间可以考虑。不过，属于勇士的路只有一条，勇士从不犹豫。
自从来了南怀啊，我最开心的，就是同你和雨然在一起的日子。有时候我也会想念草原，想念阿爸。可迎接到你们，我好像觉得，哪怕一直在南怀生活下去，也不是一件坏事。李国公，第二刀，我接了。从小到大，我没依靠过什么人，也没谢过什么人，但是，谢谢你。谢什么谢啊？我们是朋友。阿苏老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好，我等着你。拓跋将军，我知道你会来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幡然醒悟，永远也为时未晚。这个世界上，从来就没有人能够抵挡住权力的欲望，没有人。拿好你的枪，枪锋所化之处便是疆土。入阵。是。西衍，放弃吧，你等不来救兵的。西某又何尝不知？你应该知道，你拦不住我。那可未必。你是个将才，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的，西某也是凡夫俗子，只是懂得一些粗浅的道理罢了。为将就得听令。背迎战，杀！母妈，铁岩，铁岩，木离将军。还真是场硬仗啊！哎，久攻不破，没想到这个西衍如此难缠。莫爷，我突然有种担心啊。什么？如果他们进攻咱们的大后方九原城怎么办？九原城？九原城有世子监国，
而且地形易守难攻。可世子并非沉着应战之人。你是说，在现在如此焦灼的情况下，他们会派出一支队伍去进攻咱们离国的九原城？如果我是公爷的对手，一定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。我觉得百里景洪是奉了帝都的命令，在这儿死守，他不愿也不敢得罪我。若是帝都看到古碑口陷入拉锯，命百里景洪进攻九原呢？那我就回兵九原城，先灭了夏唐，再上帝都，这岂不是更方便？说实话，我现在担心的不是百里景洪，不是西衍，而是咱们的那个国师雷必成。对，真儿对他太信任，这没什么好处。那公爷想怎么做？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继续前进。我们越是向帝都推进，诸侯们就越恐惧，离国就越安全。我们一旦停下来，离国就危险了。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，那就让你们有来无回。攻城！都给我上！给我拦住他们！夏唐军到了，他们在攻城，拦不住，快拦不住了！多数雷骑已被离宫带走，常驻者寥寥无几，自然是不好抵挡。老师不是许我100赤牙吗？若有赤牙，定能扭转局势。哼，世子完全不必拘泥于眼之所见。哼，其实战争只是小事，要想获得胜利也很容易。现在需要的是突破心魔。我想请问世子的心魔是什么？想让整个离国为你而骄傲，要把自己的名字供奉在太庙，就像你的祖先和父辈那样，永享尊荣。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往往也最简单。世子只想成为一个被父亲看得上的儿子，对吗？离宫心怀踏伐天下之志，世子如此怯懦，如何才能博得父亲的青睐？但世子还有机会。老师，我该怎么做？星月已动，辰月已出，现在就最需要世子这颗重要的棋子。离宫杀戮之心并未果断，现在就需要世子投身黑暗之中。我的部下完全有能力击溃夏唐的军队，但我现在需要世子一样东西。此战若成，我是否就能得到父亲的认可？星辰愉悦，光芒永在。去建立更大的功勋吧。
去建立更大的功勋。将军，姬野渊做先锋，直接破城门。父亲，儿子从来都不畏惧死亡。也永远不会给你丢人。准备，我的孩子，你用自己的身躯完成了这无上的荣光，你的魂将不朽，你将永远行走在星空中，与星辰同眠。此战将军赢了，将军可将离国世子的尸身带回下堂，足以向百里国主交代了吧？相信百里国主一定会很高兴，他的计谋成功了。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？离国世子一薨，尹无义定会和夏堂不死不休。国主，我看未必。只是国主应该明白，如今我们不宜和尹无义在应战对攻了。百里景洪，你是不是怕了呀？啊！别这么说。月儿不要闹了，带他出去。是。出去玩吧。国师所言极是，我会令拓跋山岳撤兵回来，嬴政的尸首绝不能进南怀。若是尹无义大军调转码头，南怀危矣。国主英明，这块烫手的山芋还是直接送给尹无义的好。一来是表明国主的诚意，毕竟嬴真不是我军将士直接赐死；二来，我们要再行他一个方便，成全他的志向。有时候要握手的不是朋友，而是敌人。我会把嬴真还给尹无义，还要令拓跋山岳准备最好的棺椁，就这么做了。
世子以弱冠之灵，负监国重任，护我离国之根本。逢敌军压境，亦无怯战之举，以身退敌，大振我离国军威。但无奈我军兵寡，必诚为保护好世子，终致世子之薨。必诚愿承担全部罪责，由国公责罚。公爷，世子到了。住手！臣愿为宣封，为世子，为公爷铲平下党。女儿请战，为兄长报仇。让他们走。谢李公公。今夜送世子，照旧元城的规矩。是。送世子。将军，回去吧，夜里寒凉。最后一夜了，多看一眼也无妨。月千山兮，野茫茫；月千山，野茫茫兮，过大江，过大江。西远，传令击鼓。是。过大江兮，决天海，决天海。与子征战兮，路漫长，路漫长。遮我白骨心，云海旁，火火九宫行，射天狼，射天狼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要是有了牵挂，
是最悲哀、最无奈的事。叔叔是想到离国世子之死了吧？可侄儿听说，赢无义是不喜世子的。毕竟是骨肉，何以割舍？那赢无义如若震怒，我军如何是好？父亲，哥哥终究还是没。他是我赢无义的儿子，就该随时做好战死的准备。女儿也做好准备了。好，跟着我。九州各地的歌谣都说离宫之志在于踏伐天下，可是你哥哥连九原城都没出过，是时候带他去外面的世界瞧一瞧了。老师，世子，世子是在等我吗？是。归臣有一事相问，但事关军机，不知该不该问。里面说。是。我知道世子想问什么，想必世子已经知道了离国世子之事，想问明日一战该如何战。正是。请坐。今日我们不谈军务，战场之上刀枪无眼，世子有没有想过，再也回不去了？想过，但季野说他会带着援军回来，那他就一定会回来。我等着他。可如果他不回来呢？不会。世子固执了。以前我也经常等一个人，他很喜欢迟到。多少年过去了，也从未改变。老师在等的人是谁？一位少时的挚友。就像我和季野这样吗？恐怕要比你们亲密100倍。那年，我们同任帝都执金吾，又同在济公学习，有一同踏遍了帝都的每一个角落和房梁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怎么没和老师在一起？男儿生于天下，英雄相见，迟也是恨，早也是恨。他也是一代名将，我们各为其主。只希望有一天，不要针锋相对吧。最好的朋友，为什么会针锋相对？我们生在这乱世，有太多的无奈。挚友同行，早晚有分开的时候。就像这战争，也早晚会结束。明日古碑口一战，我们就要和这里说再见了。乌云在天，铠甲在身，功勋就在脚下。离国的将士们，
我冲锋了！将军，当地多见。撤！老师，此时放营无义而去，那我们这些日子战斗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那些将士们不是白白牺牲了吗？这就是政治，是国家与国家权力的交换。国主下了严令，如若我不执行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命丧此地。我不明白，那么多人的牺牲，最后换了这么个结果。我倒是希望世子永远都不要明白。营无义率军突破古贝口，不日将抵达天启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从离国到天启上千里，4个国主，居然没有一个人能拦得住营无义，倒学会了信口雌黄的把戏。殿下，宁青看来不是拦不住，恐怕能拦得住的人，并没有尽全力去拦。百里景洪这群市侩之徒，徒有公卿之虚名，把一只狮子放进了城，让我们孤儿寡母来抵挡。殿下，宁青已经集结金吾卫，就等殿下命令。你集结金吾卫，意图拼死抵挡营无义，忠心可见。可你有多少把握能拦得住他呢？这些人世代沐浴皇恩，没出门打过几次仗，吸眼都拦不住营无义，他们能拦得住吗？宁青斗胆揣测，殿下是想明日打开城门迎接营无义，让他上殿面君。报，营无义率军抵达天启城外。
阿苏勒，阿苏勒，阿苏勒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姐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不，我宁可希望你没有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了。这场仗死了太多人了，我宁可希望我们两个没有参加这场战争。这场战争对你来说，也许就不该有，可对我来说，却是一场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像我这样出身的人，只能以命相搏，才能建功立业，没有其他选择。可这场战争我们失败了，失败了。就意味着很多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人，他们再也回不来了。但其实我有点想家了，要是现在可以回去就好了。家。我好像从来没有想家的念头。那个家我也不想回。父亲偶尔会对我好，可他看我的眼神，跟看我母亲一样，充满畏惧和厌恶。哪像我？我从来没见过阿妈。只是听我阿爸说，我阿妈是整个草原上最漂亮的女人。你妈妈呢？她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我对她的印象也停留在小时候。她有一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，笑起来时候特别好看，唱歌也好听。我也觉得她是世上最好看的女人。小时候在帝都，我们经常被穿着体卫衣服的人追打，她就把我抱在怀里，鞭子抽在她的身上，她还那样微笑地看着我，一生也未除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她死了。再后来，我们全家来了南怀，那个家我再也回不去了。再后来就有了张掖，我弟母从来都不喜欢我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想到这么伤心的事情。这有什么关系？我一个人也挺好的。苏乐，我还是想说声对不起。我不该来这么晚。我说了没关系啊，你是我朋友，只要你平安就好了。
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青阳的男儿，你们远离家乡南来，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。你们在家里或者有父母，或者有妻儿，他们都在等着我把你们平安带回去。可是我却把你们带来了这个没有结果的战场上。我不该让你们陷入危险，是我没尽好一个做主子的责任。今天我们都站在这里，但是却有几十个兄弟永远留在了战场上。第一杯酒，愿他们安息，愿盘达天神指引他们回家的方向。第二杯酒，我敬你们，敬你们的英勇无畏，敬你们的不惧赴死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勇士，是我们青阳的魂。今天我让你们全副武装集合，不是为了让你们再打一场仗，也不是为了让你们去替死去的兄弟们复仇。我要给你们下最后一道命令：调转码头，回家，回青阳去。叔父说过，每一个铁浮屠都是青阳的瑰宝，但对于我而言，你们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，我不能再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因为我而受伤。喝完第三杯酒，我们就此作别。全体铁浮屠，听我命令，向北都城进发！叔父。世子终于悟懂了，交到东路这个战场上来，完全是个笑话。父亲，他们怕你吗？他们哪是怕我的？他们怕的是我身后的雷旗，以及天启的未来。果然是煌煌都城啊！要攻下这座城，咱们带的军队还不太够。公爷没来过这儿啊？我只在画上见过。像我这样的乡下诸侯，是没有资格进京面圣的。公爷，现在怎么办？等。还等什么呀？
大印皇上宣诏：离国公尹无义面圣。约束军队，不许劫掠。是。这离国公，无非是一封诸侯耳，为何大家都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？你年轻，倒是错过了这位离国公最惊世骇俗的故事。据说他是前任离侯与外族女子生下的混血子，身份低微却持勇斗狠。离侯身故之后，尹无义的兄长们争位，这外族之间是大开杀戒。年幼的尹无义只用一张长弓，一日之间穿梭在九原城里，射死了7位哥哥，以凶悍镇住了其他的哥哥，这才得到了离侯的位置。这世间竟有如此违逆人伦之事！胜则生，败则死，这就是离国公一生的铁血规则。听说他还把儿子的尸体带过来了。天气这下可无宁日了。陛下，离国公已经在殿外了。宣太进来。是。陛下，宣离国公觐见。离公怎敢着丧服上朝觐见陛下？我着此丧服上殿，是要为我的儿子讨一个公道。臣尹无义拜见陛下。离公请起，这一路辛苦了。倒算不上辛苦。离国离天启虽路途遥远，倒还算是一马平川，无甚障碍。只是夏唐趁我国中无人，率兵来犯，害臣的儿子丢了性命，这笔账臣一定要算。请陛下为臣主持公道。离国世子殉国，朕有所耳闻。朕感念世子独自御敌的勇武，朕命太傅为世子准备葬礼，标准等同于皇亲。离公看如何？谢陛下。
李公此次前来，还有别的事吗？臣虽居偏远之地，却心忧天下。听闻诸侯欲对天子不利，所以臣率兵前来秦王。我们身在帝都，却不知何人要不利于天子。你离国公远在东南，却是怎么知道的？长公主吧，见过长公主。长公主千岁。东路四周16国，有16个诸侯。可是臣率军队一路往帝都而来，只有夏唐国出兵阻拦，未见其他诸侯国的踪影。可见，他们并未有拱卫帝都之心，只是各守其土罢了。尹无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说来觐见，却带着大军随行，一路上杀戮无数，还诬陷别的诸侯。有不臣之心，我看这世上最不臣的人，恰恰是你赢无义。长公主，臣是离国人，离国人的忠诚跟别人不同。你们这样的人，也配跟我谈忠诚2字？离国人是知母不知父，因为母亲有生育之恩。别的诸侯都视皇室如父，父亲有威严。儿子们不敢不听从，唯有离国人是皇室为母。臣千里秦王，求的就是母亲的慈爱。几百年来，离国就是皇室的兵营，皇室要讨伐谁，离国总是冲锋在前。长此以往，国弱而兵强，没有战事就活不下去。臣希望皇室能给予给养。一如母亲赐儿以乳之，儿子求母亲慈爱，未免有些自私，想得到母亲的偏爱。臣只想求个名分，以免在诸侯那儿遭到冷眼。离国公，你杀人无数，却想在我这里要个名分。好啊，如果皇室给了你要的东西，你又怎么回报皇室呢？愿为皇室的鹰犬。愿为皇室的鹰犬。臣率离国5万子弟，愿为皇室的鹰犬，永保帝都平安。恭喜皇帝，又得了忠臣良将。来人，宣召。应天顺时，受兹明命，君率戎将，使帝朝之砥柱，忠诚猛士，则国家之干城也。俱可悯其计，而不加之以宠命乎？离公赢无益，卓藩数位，功绩本亦可嘉。今千里朝觐，可剖忠勇之心，朕心甚慰。兹特授尔为天齐守护使，卫戍帝京，威警宁贼，钦此。谢陛下。离公舟车劳顿，来人，带离公前往府邸接风洗尘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相求。离公请讲。臣从偏远地区而来，初次到京，早就听闻太清阁乃帝都第一高处，臣想去太清阁一趟，登高远眺，看看帝都之繁荣。准了。谢陛下。
真是岂有此理！欺人太甚。是长公主的信。难道效忠白氏就是这样的结果？古北口之战，我下唐军士死伤无数，这文书里只字未提，竟让我割让边境5城给尹无义，欺人太甚。在妾身看来，这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国师的意思，这是缓兵之计吗？国主圣明。离国世子毕竟是死于我下唐宫9原之时，如若割边境5城，主动向尹无义示好，此时他身在帝都，必不会再觊觎下唐。龙虎之斗，必有一胜，国主可伺机而动。此战我下唐虽然损失惨重，但国主还是应该把它当作一场胜利，稳住军民之心。能安国家之心的，也就是你了。入太清阁，受万世供奉，是每一位做臣子的愿望。楷模在此，我辈所为实在是微不足道。仰前人之风，耳提面命，为臣君下要恪守己任，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切不可心生二意，否则为天下所征伐，遗臭万年呐！太宰是不是一直在纳闷儿？这帝都有什么好看的？帝都乃东路第1大城，皇室驻跸之地，当然是蔚为壮观了。不，我只是想站在最高处。哼，小时候，我家附近有座山，我从小就想爬上去。可是乳母不让，她说那山没有路，爬上去会摔断骨头的。于是，有一天，我悄悄溜出去，去爬那座山。果然，我爬到了山顶。果然，我摔断了几根骨头。回到家里，乳母把我好一顿数落。她就是想不明白，这么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，爬它干什么？太宰能想明白吗？恕我无法猜度李公的深意。没什么深意，就因为那山在那儿，我就想去爬。
劳苦，凯旋而归，论功封赏，休沐5日。谢国主恩典。谢国主恩典。孤听闻世子为救我下堂勇士，直面营无益，毫无惧色，真乃少年英豪。作为我下堂未来的女婿，为国披肝沥胆，顾家甚美。在此战中牺牲的铁浮屠，顾家要授予他们英雄的称号。多谢国主。世子，你可以问顾家要一样东西，我一定满足。国主，救人是归臣的自愿，也是军人的本分，不需要国主额外的犒赏。快让我看看，你有没有烫伤？走开！颖儿，你不要着急，御医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启禀武阳君，国主派孙御医前来为武阳君诊断。见过武阳君，国主说孙御医是治疗骨伤最好的御医。有劳孙御医了，我在外面候着。